家人们，就在咱们评论区还在激烈讨论的时候今天反转就来了。就在8天前越南还举国欢庆，说他们的南北高铁终于要成了。越南首富潘日旺的温格鲁普联合德国西蒙子签了协议，号称要打开越南高铁新纪元。结果今天一个重磅消息炸了，这温格鲁普宣布彻底撤资，不干了。从历史性突破到项目暂停，只用了8天时间。这个折腾了15年，投资逼近700亿美金，全长1500公里的超级工程，就这么被按下了暂停键。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，为什么反转来得这么快？越南放着中国雅万高铁的成功模板不学，非要自己瞎折腾，最后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。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更关键的是这背后藏着一个扎心的真相，不是越南不想修高铁，而是这个高铁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个谁碰谁完蛋的死局。今天这条视频我就把这事儿扒得明明白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首先咱们得搞清楚一个前提，高铁不是随便建的，成功的模板就摆在眼前，那就是中国帮印尼建的雅万高铁。为啥说雅万高铁是教科书级别的成功呢？咱们用数据说话，看完你就知道越南错过了什么。雅万高铁连接印尼的雅加达跟万隆，全长142公里，设计时速350公里。在这之前，印尼从雅加达到万隆坐普通火车要3个多小时，堵车的时候能堵5个小时。中国接手以后直接把时间压缩到40分钟，而且解决了一大堆世界级难题。印尼地处板块交接处，全是软土跟沼泽，还有频繁的地震，西方企业都不敢接，说在这儿建高铁跟在豆腐上跑火车没啥区别。可中国团队这么干的，咱们用桩基础加无仄轨道的组合拳打了上万根桩，最深的扎到地下60米，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，就是为了保证轨道平顺性，差1毫米都不行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给的是一条龙全包服务，从前期勘测设计、融资贷款到中期设备供应、施工建设，再到后期运营维护，甚至还帮印尼培训了419名高铁技术人员，包括司机、调度员这些核心岗位，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。最关键的是，雅万高铁不仅建成，还挣钱了。截至2024年10月，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579万人次，单日上座率最高达 99.6%， 连159个国家的33万名外国游客都要来打卡。更奇怪的是，它直接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发展。万隆的游客数增长了10%到15%。当地有个小贩说高铁开通前他一天赚10万印尼盾，现在能挣50万，翻了5倍。这就是中国模式的魅力，务实、高效、共赢。中国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雅万高铁的成功就在眼前。越南但凡稍微借鉴一下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可越南偏不，非要另起炉灶，结果第一步就踩进了市场不买单的大坑。这也是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核心痛点：高铁票价太贵，没人坐，竞争对手太强，打不过。咱们先算一笔账，越南南北高铁全程1500公里，时速300公里，跑完全程要5个小时。参照中国高铁的定价标准，单程票价至少要700块人民币。可越南人的平均工资才2100块，而且这700块比很多越南一线工人的月薪都高。你想想，一个月挣2000块的工人会花700块坐5个小时的高铁吗？那肯定不会，这根本就是天价车票。更要命的是，越南高铁的头号对手不是低速绿皮车，而是廉价航空。从胡志明市飞河内，飞机只要2个小时，单程票价才300多块，比高铁价便宜1半还多。而且航空公司为了抢客源，拼命打价格战，折扣票200多就能拿下，相当于一顿火锅钱就能飞遍全国。我给大家做个对比，坐飞机2个小时200至300块，坐高铁5个小时700块。换作是你选哪个？用脚投票都知道选飞机吧？那为啥越南的飞机票这么便宜？核心就2点，一是竞争太激烈，越南的航空市场几乎全集中在河内到胡志明市这2条线，各大航空公司都盯着这块肥肉，不降价就没客源。第二点是越南人收入太低，航空公司只能走廉价路线才能活下去。
现在越南的廉价航班呀多到离谱，不仅便宜还快，完全把高铁的优势摁在地上摩擦。孙子兵法说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越南建高铁，连自己的市场需求、竞争对手都搞不清楚，就盲目上马，这根本就是盲人摸象。雅万高铁为啥能成功呢？因为印尼雅加达跟万隆之间没有廉价航空的恶性竞争，高铁真能解决出行难、出行慢的问题。而越南呢，明明有更便宜、更快的飞机，还要硬修高铁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市场不买单只是第一个坑，更致命的是第二个痛点：钱。700亿美元投资就是一个无底洞。谁都填不起。咱们先看一组震撼的数据：2024年越南的财政总收入才780亿美元，也就是说就算越南政府把全年的收入都拿来修高铁，也只能刚好把铁路建起来，而且代价是所有公务员不吃不喝，教育、医疗、卫生、公路建设、军费全部叫停。这可能吗？肯定不可能。更可怕的是，建完只是开始，后续的维护、扩建、折旧、技术更新，每一笔都是天文数字。One Group 自己算过一句话，未来30年，这条高铁每年的运营成本就要42亿美元，而年收入估计只有56亿美元，看似有14美元的利润，但这也还没算700亿美元的本金利息。要是算上利息每年就是巨额亏损，越运营越赔钱，越修越欠债。越南政府肯定不想自己扛这个大坑嘛，于是就想到了甩锅给民营企业，找来了越南2大顶级民企 One Group 跟长海集团。可越南经济刚起飞没多久，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根本就不够，根本扛不起这个重担。咱们看看这2家公司方案有多离谱。One Group 说，我自筹20%的钱，政府给我80%的无息贷款，为期35年。长海集团更直接，要政府给490亿美元的贷款，再加30年的利息补贴。这哪里是合作，分明是画饼充饥嘛！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些贷款跟利息补贴，最后还不是要靠越南政府来承担吗？要是让民企自负盈亏，他们连贷款的利息都付不起，最后只能破产。现在 One Group 撤资就是因为他们终于想明白了，这个坑太大了，谁接谁完蛋。说到这2家民企，我就更想吐槽，这就是越南的第3个核心痛点，让外行干内行的事儿，纯属妄想。长海集团是干嘛的？主营汽车销售，是起亚、马自达的经销商，说白了就是个卖车的。One Group 呢是搞房地产开发的，靠盖楼卖电动车发家，是个卖房的。这2家公司连1米高铁都没修过，连高铁的基本运营逻辑都不懂，却被委以重任，成了国家高铁项目的主导者。这盖房子跟修高铁能一样吗？盖房子无非是打打混凝土、砌砌墙，可高铁是300公里时速的陆地飞机，对轨道平顺性的要求苛刻到毫米级，差一点就可能出人命。更别说越南南北走廊全是硬骨头，安南山脉贯穿全境，地质断层密布，软土科斯特地形遍地都是，随便一个隧道都可能遇到溶洞跟地下水，施工难度比雅万高铁高10倍都不止。让卖房的卖车的去搞定这些难题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。这里我给大家举个国际案例就是日本在印度的高铁项目，简直就是越南未来的预演。日本在印度接了孟买到埃哈迈德巴德的高铁项目，2017年动工，原计划2023年通车，结果现在都2025年，只建了10公里，还不到总长度的2%。为啥？就是因为日本没有应对印度复杂地质的经验，加上征地问题搞不定，工程费用从1.68万亿日元涨到了3万亿日元，翻了1倍还多，现在成了个烂尾工程。日本网友都在骂，这就是填无底洞。越南现在情况比印度还糟，印度至少还有日本这个高铁经验的企业帮忙，而越南找的德国西门子只负责造火车，不负责打隧道、架桥梁这些核心工程。西门子擅长的是造列车，不是劈山开路。让他们去应对科斯特地貌，就相当于让厨师去开飞机，根本就不搭边嘛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越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知之明，既没有建设高铁的技术，也没有整合资源的能力，却偏偏要硬扛，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看到这儿，可能有朋友会问，越南为啥放着中国的雅万模式不选？雅万高铁又便宜又快，施工能力又强，中国还能提供从勘测设计、融资贷款到施工运营的一条龙服务，价格比德国方案至少便宜1/3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中国方案太好用了，
越南怕被绑定，越南担心一旦用了中国模式，这条连接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就跟中国深度绑定，影响他们所谓的地缘平衡。为了追求这种虚无的平衡，他们宁肯多花300亿美金，宁肯找没经验的民企，宁肯冒着项目烂尾的风险，也要拒绝中国。可他们忘了，中国有句老话，谦虚不博一时，再多的虚名也抵不过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。现在好了，平衡没追求到，高铁项目也黄了，这就是舍本逐末的代价。越南折腾了15年，最后落了个项目暂停的下场，就是因为他们用政治算计取代了工程理性，用虚名取代了务实。而雅万高铁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印尼选择了务实合作，选择了合适自己的发展道路，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力量，也是中国模式能在全球获得认可的核心原因。最后问题就只剩一个了，如果未来越南人均收入翻倍，航空不再廉价，那条南北高铁会不会再次被翻出来？这个答案只能交给时间了。